回过头来，我们要讲到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因为很多人都在讲说他们现在是打科技战、晶片战。那目前呢，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呢，他们其实持续的告诉你了，交流是要，但是我们还是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啊。可是当美国政府这个讲法好像是想要脱钩或者是类脱钩的时候，美国企业到底是怎么样来回应这件事情？特斯拉呢，现在说要在上海开了一个储能超级工厂，不对啊，这个美国不是还说啊，这晶片等等的这些产业通通都要退出，怎么特斯拉反而要到上海这边来建工厂，还年产万片的巨型电池呢？那大家就要问，美国企业他们这样子一个做法，到底会不会是跟政府的政策有一点点背道而驰？好，毕竟这个工厂会是全球第2座，另一座呢就在加州。那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要看看这个美国政府现在的动作到底是什么？好，原因是因为现在美中呢，之前就已经说了，在稀土这一块，因为呢这个是中方占比较优势的一个市场，而且很多包括了先进的战机啊，或者是重要的晶片等等的半导体重工业，可能都会用到稀土。那怎么办？他们说不能再被中方给掌握了，所以呢，拜登这一边他们要开始来出手。那可是问题是，这个内幕也曝光了，这里头报道是这样讲的，讲说为了争夺电动车产业链所需要的矿产，所以呢，他们在非洲这边呢来做角力。那同时呢，这个专家就讲了，其实呢，要是真的要能够打造出完全不接触中国的电池矿产供应链的话，美国可能还需要10年。那另一个产业在航太这边，我们来看看，如果说呢，在航太这个部分的话，现在空巴跟波音两边，其实也让大家看到是不是美中之间的角力。毕竟中方已经很久没有再跟波音这里下订单，那波音呢确实是有些受挫啊，因为他们发现了怎么冰岛航空也转去买空巴了。好，据说呢，冰岛航空他们现在宣布的是买空巴25架的飞机取代波音757，那让波音呢目前看得出来，就是呢他们必须要再多卖飞机才能够增加现金流。也传出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他们商务部长雷蒙多呢现在曾经要求说，大陆这边要来履行2020年，就是川普那个年代，他们呢有曾经要求中方必须要跟他们买东西。好，可是问题来了，这个买东西这笔账呢，现在说已经大概3年左右了，到目前为止他们讲啦，不对啊，中国根本不理，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来跟他们协商这一件事情？甚至呢还说，先前2021年的时候有放出一个消息，说是因为中国政府在阻挠他们买波音飞机。其实这地方的这个角力较战，你必须要好好的看仔细。原因是因为中国现在也开始自己做飞机了，来看到他们的 C919。算是他们第一架全部都是中国自己自制的民航客机。好，可是呢，问题是他们当年其实曾经据说啦，要跟美国这边来申请这个适航证，结果呢，美国不给他，所以呢，他只好转向27国来签订适航证。那同时呢，又获得了2500亿的订单，绕过美国。大家也开始在讲啦，说这中美之间的角力战，是不是连航太这个领域现在也都是其中的一环？而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金融。但你来看到的是，到目前为止现在呢，大家都讲了，金融应该是政府的臂膀，这个观念又重新回来了。原因是因为你看到各国之间政府的角色好像越来越重要，包括了中国央行呢，已经连续5个月来增加黄金的储备。那这件事情就让大家想到了去美元化这一件事，因为呢，他希望增强的是货币的信用嘛。而现在美国呢说也恢复了1971金本位这样子的一个讯号，也让大家开始来思考，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多人都希望避开美元。好，毕竟就连货币战的作者他就特别提到了，说其实呢，美国财政部最近的这一些动作有可能会变成美元他们目前是战备储备货币这样子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回过头来，财政部
其实他要面对的也还有什么？还有 Fed 啊 ，Fed 升息之后，美国财政部要如何解决他们内部的这些金融问题，他可能头也很痛。而目前通膨这件事情，对于美国国人来说，是已经造成了第一，加大贫富差距的影响。好，第二是什么？是他们的不动产的风险说也可能会再提高。好，甚至呢有可能会变成金融危机的场面。哇，美国人听到了不动产金融危机，开始过去的这些噩梦又会通通回来。那当然就是他们最在意的金融问题了。回过头来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特斯拉想要在上海设厂？这个不，特斯拉本来就在上海设厂啊，他现在是要跟宁德时代要谈。那可是这个不符合美国联邦政府的补助规定啊。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是规定要到美国设厂。对，所以宁德时代是要跟福特合作在美国设厂，这样才能拿到美国的补助。所以特斯拉这个是想错了啦啊。那特斯拉他是说他想要拿到宁德时代的技术转让。那我认为这个不太容易了。因为习近平都当着宁德时代老板的面说了，说这个技术不要被偷走了。所以我认为不太容易了。那这个 Raimondo 真的很奇怪啊，美国有这个商务部长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啊。因为2020年这个美国跟中国达成的那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啊，那后来因为美国就开始打科技战了嘛。那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就已经跟美国讲了，说你怎么没有停止在那个状态，上面还在加码打科技战。那我要为什么要向你采购？那个时候的项目是农业产品，还有能源呐。是，他都搞错了。真可怕。没有，他是金额啊，他觉得金额不到标啊，没达标啊。我知道，可是那个时候设定的是农产品跟石油，细目不是波音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这割稻菜的。而且我跟你讲啊，自从在2020年那个第一次的贸易协定之后，李拜登一路追加科技战，目前中国被制裁的企业超过600家。那人家为什么要对你买？你一直制裁啊，那我为什么要买？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还想去中国，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让你来啊？我是猜啦，他可能想跟叶伦一起去了，然后把那个科技制裁取消当做筹码，让叶伦当做跟中国谈美债的筹码，这样。一进一出就对了。我觉得这个叫异想天开了，怎么可能让你这样搞嘛？你这样就变成说这个筹码就是你自己创的，我制裁你嘛。然后我再找兵哥跟我来跟你谈啊，说兵哥那个房地产你买一下，我取消对你的制裁。世界上有这种事吗？怎么可能嘛？所以我说啊，这个美国真的是啊，他这种逻辑基本上人家对你不会有信任嘛，因为你先制裁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制裁什么时候会恢复？因为过去的经验就是如此啊。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是，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跟很多国家都是这样谈的啦，就是你要谈，那我们就谈一个框架，那个框架都大家来合作嘛。这一次法国就很明显，那我相信下礼拜这个礼拜巴西应该也是如此了啊。你这样才是真的在合作嘛。那你用这种方式，你要叫人家怎么跟你谈呢？你一次性一下刺我一刀，下次又刮我一剑，这样，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停止呢？所以我觉得中美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信任可言呐。所以对于你的交易，一定要划算，他才会接受嘛，就变成这样，就是一次交易一次算这样。那这样子事实上是很难久远的了。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未来，我们讲交易有的时候就是什么，谈一点感情，把弄一下，台语讲把弄一下，但这个部分呢，可能在目前中美已经没看到了。不过彬哥要来看到的是其实现在是不是中方这边他们也开始会，比如说拉拢他们自己的一些人，因为现在南华早报也有特别讲到说中国开发联通140国售票平台。要为“一带一路”成员量身定做，要避开美元，这会让大家有更多想象空间。中国大陆一直都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动作，因为他弄“一带一路”就是要自己慢慢成一个跟世界各国联系的经济管道。那如果能够避开美元，不是更好吗？更何况现在还不是说刻意要避开，现在不是中国单独想要避开，是大家都想避开美元，因为美元现在开始出现危机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发展啊。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重点是你美国自己要想办法去恢复市场上对美元的信心嘛。那你的做法如果让大家对你的美元始终没有信心的时候，请问一下，人家为什么一定要去买？这就跟刚亮哥讲的一样，你天天在搞我的时候，我还要去买你的产品，你是觉得我看起来像盘子吗？你不要以为我们台湾蔡英文是个盘子，就以为中国人都是盘子，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蔡英文看起来是有把柄被美国抓在手中，不然的话哪有那种呆瓜会做这么奇怪的事情？你们自己这边也提到了，中国大陆自己要发展它的 C919， 它现在为什么会去买空巴这么多？那一方面当然它 C919 产能不足，而且现在它实际上适航证很多欧洲的国家也没有发给它。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 C919 到现在它的引擎还是用 CRM。也不是他自己的，所以他未来是想要发展自己的国产引擎，但现在还是一个慢慢进阶的过程，所以他确实也有对外采购那个大型飞机、中型飞机的需求。可是问题是我明明知道你要弄我还去跟你买，我是有什么问题？我又不是没有其他的选择。对，如果说今天完全没选择，这只有你美国一家卖，他可能没办法，只要含泪去买。可是明明就有别的选择，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人情做给你？而且我做给你之后，搞不好你对我更坏。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一个事实。我个人认为，在美中关系没有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之前，你基本上我认为谈都不用谈，没什么好谈的，因为现在这种状况要怎么谈？你谈什么？我怎么知道你美国会不会兑现？那同样的，你们谈了之后，你怎么会认为中国一定会兑现？所以我觉得谈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因为双方完全没有任何信赖基础嘛。除非各让一步之后，双方展现了诚意之后，我觉得到时候再来谈才有意义。不然现在讲什么都是没有什么意义。是来钥匙我们看那个雷蒙多，因为我这必须要回应一下亮哥讲的，雷蒙多在入阁当商务部长之前，是美国倒数小州的罗德岛州的州长所以人口大概100多万所以你就要今天他像叶伦一样，叶伦至少做过这个联准会主席，代表财政部长，他这个眼界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雷蒙多我觉得不要给他太多的期待，而且他讲这句话，他说美国商务部长称中国政府正在阻挠国内航空公司采购波音飞机。换过来讲，美国政府正在阻挠国内企业采购中国的制造的东西，不是一样的吗？那你今天美国常常就说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但你不能做所以这个雷蒙多讲这些都是露出来美国就是作为一个霸权，当他面临到挑战的时候，他没办法忍受别的国有机会来挑战他，所以要讲挡就要挡，包括我们看到过去美元来挡日本的这个崛起，挡各种东西，它都是有货币的。那现在当然你发现，当中国大陆希望能够走出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其实我也同意刚刚彬哥讲，国际社会真的，我自己做非洲的，大陆这一招是蛮厉害，就是说他今天贷款有些款项。这是人民币了，但是人民币呢，你也可以买大陆的东西，让这个整个就活起来，这个而不是一定要透过美元。我们也知道嘛，当然你今天回去看，像津巴威的货币，我有它几百万，大概是像卫生纸一样不值钱了，因为它曾经有过上亿的这个钞票，就是非洲的货币就是不是国际流通的货币，所以什么东西就像过去台湾一样，就是你一定要透过美元的来做这个国际贸易。那现在如果有一个我们讲替代的选择用人民币，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好事。而且不管是这个法国这个空巴也好，或者大陆今天用法国跟美国在竞争它的这个航空的产业，每一个国家都晓得当他可以找到替代的选择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只有我们台湾就一面倒向美国不想用其他的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东西来当做筹码，什么东西都是美国，那我觉得我们就是盘子嘛，就是被人家利用，被人家践踏嘛。好，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就是美国，它到底在全球的战略目标，它要怎么样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原因是因为在今天最热的一件新闻就是，怎么他们军方的资料又被泄出来了？好，这个是什么呢？说五角大厦这边有机密外泄，透露美国其实有渗透进俄军里头，
可是后面这个更多人在意了，就是他竟然开始监控韩国、以色列还有英国。不对啊，这不都是他们的盟友吗？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很多人在讲说，前面我们可以理解说他渗透进去俄军啊，所以好几次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事先告诉乌克兰跟他们示警说，可能他们会怎么打哦。可是后面这个都是盟友，到底为什么要监听他们？其实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看一下先前发生的事件，包括什么？梅克尔先前说呢，也曾经有被窃听过，欧洲的高层还曾经呢被装了这个以色列的飞马软件。好，更不用讲了，说在这整个过往当中，欧洲当时之后有很多的领导人，他们都开始思考说，我的手机现在安全不安全？但是呢，大家因为我们台湾人嘛，就会开始思考说，不对啊，韩国、以色列、英国，那我们台湾呢？台湾现在不是也说是整个地图上、全球地图上面最热的一个区吗？为什么台湾没有啊？现在有人在讲啦，说会不会是因为台湾其实呢，基本上我们已经政府告诉我们不能移美嘛？如果这样再监听的话，会不会太不够意思了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知道啦。但是这一件事情现在在五角大厦这边，所以已经开始在调查，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那韩国这边呢，他们开始在讲了，说没有，不影响到我们美韩之间的关系，我们会跟他严正的沟通，但是他还是应该会去国事访问的。但是我们就要问了，讲到这国事访问，马克宏在中方的这次访问，他在飞机上头其实有接受媒体专访，结果这里头呢，他就讲到，他认为应该要实现战略自主，里头包括了避免依赖美国，让美中对抗，欧洲在里头变成一个小跟班。那也提到台湾议题，说应该要避免卷进台湾议题这个美中冲突里头。那这么一件事情呢，现在据说啦，最新消息是已经都被他们的这个凡尔赛宫这边给删除了。那到底这个所谓更坦率的言论出了什么事情呢？据说啦，是后来呢有受到很多，包括了华府智库、葛莱伊等专家关注、转发，好奇他到底说了什么。然后欧洲这边呢也有很多的反弹声浪，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就把话给删了吗？那对于欧洲来讲，对于法国来讲，他们到底真正的思考又是什么？其实呢，现在中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地球上头，在中东这边，可能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 peacemaker， 原因是因为呢，现在他确实促和了沙烏地阿拉伯还有伊朗，那后续呢传出什么叙利亚、埃及、也门这一边的一些内战等等的情势，也开始因为他们的介入而和缓了。可同一时间，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现在说是四方开战啦，包括了跟巴勒斯坦、跟黎巴嫩、跟叙利亚这边几乎都有开火，那就会形成一个蛮强烈的对比。因为呢，在目前我们刚刚讲到的伊朗啊，或者是沙烏地阿拉伯、也门这边的这个和谈事件，埃及都持续的在发生当中。你看，胡塞领导人呢，还有阿曼这边的特使呢，都已经在进行和平会谈了。可是在这一带，以色列、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叙利亚持续的在开火，那大家就要问，所谓的单极世界正在消失，但会不会有人不希望它消失？像俄罗斯这边其实也开始要把手伸进来中东这边呢，不要让中国一枝独秀吗？因为传出了俄罗斯总统的特别助理呢，现在也到伊朗这边来跟他们的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来见面，而这个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呢，之前曾经去北京这里跟沙国来协商复交。那中东这里的情势，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大国之间的角力？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叙利亚这边的火箭袭击了以色列之后，好，以色列呢一口气就打了这个叙利亚，然后打了黎巴嫩，打了巴勒斯坦，然后呢，美国的第5舰队，也就是驻守在中东最重要的荷默兹海峡这里的舰队，告诉附近的船只说这边很危险，提高警觉。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在想，伊朗这边真的会跟美军他们讲的一样，要用无人机来攻击波湾跟阿拉伯以色列商船吗？这到底中东是谁在希望和平，谁在希望战火不要停？回过头来请教亮哥，因为呢，现在发现了美国开始在监听韩国、以色列、英国，真的假的？对，这件事情不知道是怎么爆料出来的，这个是一个悬案因为史诺登那个是史诺登自己讲的那个临近计划，那以色列软件这个是谁讲的呢？
这个真的有点诡异了。因为最近以色列跟美国关系蛮不好的。他甚至还说美国在搞颜色革命啊。因为内塔尼亚胡硬要搞那个司法改革嘛，他要把那个法官遴选的权利收到自己手上，那美国不能接受啊。所以坦白讲，这个被曝光，我真的觉得蛮诡异的啦。因为最近以色列动作蛮多的，因为伊朗跟这个沙特阿拉伯和解啊，那这个破了纳坦雅胡的一个大局了。他本来是要跟逊尼派和解嘛，然后来共同对抗什叶派啊。那亚伯拉罕那个协议，现在整个都被瓦解掉了，所以他有点焦虑了，就你怎么可以信任伊朗啊？伊朗要摧毁我，要毁灭我啊！那周边的他一些老对手们好像也都在和解中啊，比如叙利亚啦，等等啊，所以他非常的焦虑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最近做了很多动作了，包括打叙利亚啦。或者是在巴勒斯坦啊，发生了很多冲突，对，所以你才会下那个标题嘛，说他不是对这个中东的和平的局面相当不满意，所以要破你的局啦，可是我觉得恐怕会适得其反哦，这个可能会让阿拉伯人跟波斯人都团结起来啊，那这个以色列就会落到更尴尬的局面，所以。这个就是给我感觉了，因为纳坦雅胡本来就是一个脆弱的多数内阁，是，所以他是不是要把他自己内部的危机外部化，然后让外部冲突来缓解他内部的危机了？那用外部的冲突来使得美国再改变一下你的中东的政策，比如说，听说最近就决定美军在伊拉克的部队不撤了，这个搞不好以色列就很乐见呐，对不对啊？那叙利亚。美军大概只有1000人啊，那目前也没有要撤。我觉得以色列是不是在想说，我是不是想办法让美军在更大规模的来介入中东？不然他的全部走对我没好处。不，因为他这个安全担保，他现在他就不知道阿拉伯跟波斯就伊朗啊，会搞出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局面嘛。那整个局面目前看起来就是什叶派跟逊尼派的大和解。是，那这种大和解。显然就是对中东的唯一的非伊斯兰国家是最不利的嘛，那国家就是以色列啊。是，那而且以巴的和平是列在习近平所谓中东和平进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他是先处理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嘛，而接下来就是叙利亚、阿联酋也在动了，叙利亚对那个沙特阿拉伯也在动了啊。那也门大家要先让它停火嘛。是。以巴是放在最后面的，那以色列就怕，搞不好他等不到那里啊，他前面就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可测的变数，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他不要让这个局面能够顺利的进行了。所以不要让这个局面顺利的进行。那你怎么样来看美国的第5舰队现在呢？开始释出了一些讯号，那这个又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涵？美军这边有想要再回来，或是不想要完全抽手？我也不能证明啊。可是我们要知道，伊朗核协议的时候，当初规定的伊朗的核浓缩的浓度不能超过3.67%。那伊朗本来是已经签了，对啊。那结果川普退出嘛，对。那伊朗就说：“那你既然退出，我就不管了。”对啊。那美国最近就一直在放一个话，说伊朗的核浓缩可能已经做到60%。那你看你以色列会不会怕？因为核5级的核浓缩要做到95%嘛。所以美国最近就是一直在释放一些讯息，因为我也不是核专家啊，我不能说这是真的。可是我看到这样的报道，说伊朗已经。一路要走下去了啦，要学北韩，要像北韩这样啦，他就是要把它做出来了。那核浓缩现在已经到了60了，你想一想，你如果是以色列，你怕不怕？所以事实上以色列就一直在放一个话，事实上在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和谈之前，就已经有一个新闻说，以色列正计划要去打伊朗，因为他担心这个是真的。后来我们就看到那个和平攻势就开始，那伊朗就暂时没时间，大家就忘了核武这件事了啊。那就看到阿拉伯啦，还有伊朗之间各种联系开始了，这样啊。可是伊朗核武这件事不知道了，
是。如果是60%，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事了。是这样啊。好，到底这个伊朗核协议，伊朗当时他们讲啊，我们没有不想谈啊，我们一直想谈，我们还跟联合国说我们可以谈，是美国不谈。到底在中东的这个和解，牵扯到了太多历史、宗教、民族等等的问题。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好，我们刚刚讲到了哈，这美国呢，他们在所有做事情或者是战略政策思考的时候，当然啦，一定是符合他国家利益为原则。但是这个虽然说是机密外泄，但也让大家看到了，怎么会这么干？好，原因是因为请教严老师，他们为什么要开始监控韩国、以色列、英国这些，不都是他们的盟友吗？做情报的常常会讲一个，他最需要怀疑的就是枕边人。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枕边人就是你跟他同床的，是根本基本上就是说应该是最好的盟友，但他更加不信任你因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背叛他。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大概长期以来都是一路在监听他的盟友所以那个时候曾经我们刚刚看到梅克尔对这个事情非常的生气，非常的就是觉得不可置信觉得你怎么还会来监控德国？那作为一个盟友。常常这也就符合美国人常常讲的嘛，说当美国的敌人很辛苦，当美国的盟友是更惨就是会真的是会致命，致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今天这样看，然后你再看美国这样子监听人之后，他当然会怕中国大陆监听他，因为他自己常常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这样子同样来做，对他来做。所以你看所有的任何的这些。我们讲这些手机里头软体也好，或者各种的那个零件，他都觉得里头有监听的功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因为自己长期做监听所做的一个就造成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一次之前透露出来另外的一些文件出来，就是包括这个对乌克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最风趣的还是俄罗斯。俄罗斯说，这些。美国是不是他自己故意露出来的，给我们假新闻然后我们不能上当。我觉得这样的一笑置之也蛮好的就是美国其实内部，我自己一直认为，美国内部有很多人就觉得说，美国这种穷兵黩武一昧的这样子打压第三世界，或者说这个欺负盟友，他们自己也没办法忍受。我自己在美国读书，我的教授很多都是偏左的，那大概。通常对美国这种行为都是很不可，就觉得很可耻的那我觉得一定会有吹口哨的，一定会有在内部揭发的，就好像在越战的时期，对不对？你会有那个这个 Pentagon 这个五角大厦文件会露出来，一定会有记者，一定会有吹哨的，包括水门案件也是会有吹哨的。严老师，短短一句话，我想请教您怎么样来看？如果说马克宏他原本在飞机上接受访问，结果现在传出这些内容可能被删掉了，你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我觉得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他讲的话，他觉得该听到的人听到了，但是正式到时候他们这个 Ellis Palace 他的文件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不提了。我觉得他们就是我反正讲到了，有人知道我讲过了，但是我这个你去在网络再去查文件可能没有了，但报道可能有。我觉得这个是政治家最爱玩的这一套，就是我正式的文件里头没有，但是我讲的话你们都刚刚都听到了嘛，就可以了。你有听到我的意思对，所以是一个讯息的释放，到底怎么样来解读？我们等等请彬哥帮忙总结。节目最后，请彬哥帮大家总结。其实马克宏当然去中国斩获很多，可是问题是他对台海的问题的讲法也变成很多炮轰，那甚至网络上还出现一个名字叫 Marconi， 对，就已经把他直接有新名词出现。但你说他真的讲错了什么东西吗？大家自己听听看，加速台湾危机对我们有利吗？没有，更糟的是欧洲人自认应该在这个议题上成为追随者，他叫大家不要随便追随美国，而且。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随着美国去加速台海的危机？所以表示他也不希望台海有危机，他并没有叫你说希望台海有危机。
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对。可是现在一堆人在骂什么？骂的一副好像他要把台湾卖给中国一样，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他被骂的其实蛮冤的。那但是为什么后来他开始就是好像变得比较保守了？也就是像刚教授讲的嘛，因为我该讲的都讲完了，剩下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他的主轴，他干嘛就这个问题穷究解释也完全没意义，反而模糊了焦点，所以他就干脆不管，就当做没这件事就好。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对法国有期待，我也觉得很怪，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跟法国有仇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老师，大平，还有是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张照片，说可以让你看出蔡英文的权力核心。来带您来看看这张照片呢，其实在总统的脸书上头，有 po 出来，讲说对岸现在对我们在做环台军演，对不对？又再一次没关系。蔡政府有准备，你看看他们在开一个国安汇报，可是这里头呢，你发现这个是蔡英文之外，这边是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这边黄崇彦，然后国安局长、总统府发言人、国安会咨询委员，这样是不是就是权力最核心？还说从位置的近距离，你可以看到顾立雄跟黄崇彦，是最接近蔡英文的左右手，而且顾立雄呢看起来，有人是这样形容啦，说他有一把手的架势。好，可是呢，也有人在问国安会议里头怎么没有军方的人？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就要讲了，说呢也有开始有什么幕后报道，里头就写啦，这一次是再一次对岸对我们的军演，上一次是2022年去年8月 Pelosi 来台的时候，好，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上一回的军演呢是他们不听话，谁？国防部惹到了谁？惹到了大白鲨，而这个大白鲨据说就在这个照片里头啊，到底是谁？听不太懂，对不对？没关系，这几则新闻可能可以串出一些内容，包括了在上一次，你还记得吗？飞弹飞过我们的上空，我们是不是看到日本报道，我们才知道？好，据说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是主张要公布飞弹穿越台湾上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但是国安会反对，然后没多久之后，大概1个月吧，就看到了这个军用无人机其实是中科院这边研发的，说不是给中科院做了，要改成民间产制，是谁？是顾立雄，怎么这么刚好？他不就是国安会秘书长吗？说顾立雄呢还绕过了邱国正来推动，所以呢整个军方里头议论纷纷，因为中科院院长就是国防部长邱国正啊，是不是真的大白鲨就在这张照片里头？而这张照片呢，也有人说是不是反而是泄露了蔡政府里头的扭曲与虚假？联合报的报道啦，他们的重磅评论讲说其实一直以来总统蔡英文想要塑造的是他自己不一样，女性三军统帅的一个角色，好，对军方对这些国军弟兄非常照顾。但是问题是，除此之外，到底有没有最挺国军呢？在所谓的权力最核心，却是看不到国军。好，也有这一位，这个呢是这个前总统府副秘书长杨永宁啊，这个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呢，他就批评了，他说他看了这个之后，他就觉得说，不是啊，这个国安简报里头没有所谓的军方人士，那这样子才能够说这是有军事专业吗？一点战略思考的逻辑，谁可以提供给总统这些真正的军事战略的逻辑或者是专业的建议？总统府的回应是说，没有啦。杨永明副秘书长可能是比较久之前当国安会副秘书长，他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建制已经都有所谓的远端啊、视讯啊，它有数位落差。但是我们也要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拜登啊，他每次只要开这种国安会议的时候，都要把他们的国防部长 Austin、他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利全部都叫到旁边来？难不成他们其实也会有数位落差吗？他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做视讯会议吗？有些话就是你必须要当面讲，或者是你必须要有及时的反应，才有办法来讨论出最真实这个最符合利益的事情，不是吗？也要问啊，如果真的什么都靠视讯就好的话，为什么马克宏还要特别揪冯德莱恩去跑这一趟，去北京见习近平？这难道不是也是视讯就可以了吗？还是说他们也有视讯
距落差呢？其实呢，所谓的数位落差，看你怎么解释。确实啦，现在有相关的装置，但是见到面不见到面，是不是也有差别？特别是在现在台海剑拔弩张的时刻，路透社报道了，说在现在呢，在海峡中线这边是10艘对10艘，我们的船舰10艘。大陆的船舰10艘，直接呢就在这边对峙，但是大家都很克制，没有出现挑衅的行为。而这次军演跟上次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火箭军说有一个模拟，这个模拟动画是什么？是要打台北跟高雄。这个相关的动画呢，其实在网络上你现在都找得到。那网友却是这样回应说：“哎呦，动画哦，好啦，随便你打啦，反正是动画，不是大家。”要理解，火箭军的动画表示他是做得到的，不然你是让他真的打吗？对不对？这种东西是不是我们大家应该要理解一下他的动机，以及他做这件事情到底想要给我们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那台湾要真的有事怎么办？日本先前安倍晋三告诉你啦，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传出来说，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其实呢，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真的台湾一旦有事的话，他们会听命于防卫大臣的指挥。然后呢，前几天发生这个飞机意外的这一位这个机师，他呢其实是第8师的团长，叫做坂本雄一。好，当时呢这个团长他曾经在上任的时候有接受过访问，那个时候他也曾经表态说，台湾有事将会阻止侵略行为。至于这一次这个直升机失联的事件呢，现在很多人有各种的说法。目前找到的是什么？是他们这个飞机里头的一些残骸，以及呢这个机组人员的头盔，但是机上的10个人都还是失联状态的，所以有各种的说法。现在网络上有人讲说，到底是不是被大陆给击落，甚至会不会是因为大陆的电波干扰导致他们直升机发生意外？日本防卫省的官员直接回应你了，说这2种干扰其实都不太可能发生。但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原因可能是因为前几天，就上个星期，这个他们的外长林芳正去到了对岸去，跟王毅跟秦刚见面，结果据说那一场会面呢，气氛不是太好，原因是因为他们讲话很直接告诉他说，日本不应该为虎作伥，不要做华盛顿这样子的附庸，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让大家觉得中日关系是不是真的不好？再加上上个星期也陆续传出日本的公民，包括说有日企药厂的员工，说竟然呢是在中方这边被捕，而且呢是可能涉犯间谍等等罪嫌，让双方的紧张情势再次升高。从两岸到台美中到中日，其实牵扯的就是到底台湾目前安不安全？好，请教亮哥，总统告诉我们很安全，而这张照片说看出他的权力核心。我们来对比2张照片，这张照片很有名啊，就是奥巴马、宾拉登，奥巴马去袭杀宾拉登的时候的现场。你看奥巴马在左边，旁边是拜登，然后在做简报那个人就是军人，对不对？然后希拉蕊在那边目瞪口呆，手遮着嘴巴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是这个川普在开战情室的会议。你看坐在他身边的几乎都是军人啊。旁边那个就是 Esper 嘛，国防部长，然后另外那边是欧布莱恩啊，来过台湾这位安全顾问，然后密利那是参谋总长，对，都是军人啊。我坦白说了，那个我们总统府公布的那张照片，蔡明彦是懂军事的啦，就国安局局长是可是人家就会觉得总是有点怪啦，就是说，军方的为什么都不在？邱国正啊等等，而且这一次啦，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些军事专家的分析啦，所以这次虽然不是那么紧迫像围台演习这样，让大家感觉就在旁边可是它每一个都是实战的模拟，是已经很接近实战了啦。挂弹的不止挂弹啊，还有包括海空军啊，然后都出动了，然后是多层次的演练，然后目标也定出来，就是制空、制海、那制雷达电信。目标都定出来，而且当然那个火箭炮也出动了，当然它是在国内射了那当然有一些虚拟模拟的画面那我们这边网军就在那边笑来说，又不是真的打到台湾，我怎么知道你瞄的准不准我跟你讲，全世界没有人这样看人家就看，因为那个方位是可以算的
所以我们的军事专家，包括我们国防部，还有包括日本啦、美国啦，他们是紧盯着这3天的军演，所以是很严肃、很认真的啦啊。这等一下我们严老师还有斌哥啦，斌哥是军事专家，一定可以做更多说明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刚刚秀了2张照片，一张是这个奥巴马，那是真正的实战啊，就是袭杀宾拉登那个真正的实战。那川普这个是在关注一个军事的一个状况，可是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事件嘛。我觉得真实的事件，你如果要安民心，你就不能够让人家觉得你太低估了。因为如果是因为那张照片还是总统府自己发布的，对，不然我们也不会知道啊，对不对？那你总统府既然要发布，就要考虑到民众怎么思考了。就是说那个照片，那里面最懂军事的是蔡明彦，结果他坐在黄崇彦的。他应该坐在黄崇彦那个位置了，我讲白了，对不对？应该是国安会秘书长跟蔡明彦要坐在这个小英的旁边才对嘛？怎么会是总统府副秘呢？对不对？然后国安资委陈巨霖的专长也不是军事，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就有点太松了。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你要这个正视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哈，那就要这个。比较慎重啊，我觉得军事相关的重要人物应该要在现场。这个没有人在用网络联系的啦，那万一网络断了怎么办？这个一定要当下啦。比如说我就要当面问你啊，说你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当然要在你身边才能够回答嘛，怎么可能在借用网络呢？因为网络是不对的啦。好，来请教斌哥，您怎么样来看？因为总统府告诉我们了，杨永明这样的质疑，说，那怎么都没有国防部的人，那军事战略专业到底在哪里？他说没有，你那个年代可能没有了。我们现在有视讯，对，是叫数位落差，还有个名词，如果你都可以视讯的话，何必聚集一堂？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办公室，你直接视讯就好了，对不对？你干嘛？那这些人干嘛挤在一起？对不对？那表示你的数位功力还是有问题嘛。所以问题根本不是这样。你今天放这张照片是要告诉我说你很重视这件事情，所以聚集了高层，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件事情，目的是这样嘛？可是问题是你聚集了里头军事专业人太少，只有一个蔡明彦勉强。那实际上他现在是国安局长，他也不是国防部的人。对。所以国防部的人才最能够第一手掌握讯息嘛。那我也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聚在那边到底在看什么，搞不好你在看电影，你是不是在看模仿犯？谁晓得？因为说真的啦，你要看你现场要看东西，像刚刚那个奥巴马在看什么？看美军特种部队怎么样狙击宾拉登的过程，然后确认是不是逮到是不是那个人，是不是执行完整个任务，所以他看有必要。那请问一下，你们那天到底在看什么？看我们的船舰跟他对峙吗？那请问一下，对峙你要看什么？请问一下。你们那天在办公室里头这几个人对峙，你们的想法是什么？这要军方现场的人来告诉你说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的军舰是什么军舰，他们是什么军舰，他们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们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你看了才有意义嘛。那不然的话，你们这些人在看什么？你们在看秀。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不登这张照片，其实没什么。你登了这张照片之后，反而让人家觉得说你根本不尊重专业。然后那天最奇怪的就是，你们如果真的重视这件事情，那应该你们全部挤到衡山指挥所去啊。表示事情很严重，结果那一天是邱国正在衡山指挥所，然后你们在办公室里头，那请问一下，那代表你们根本对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视嘛？你觉得情况并不严重嘛？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啊。那更重要的就是，大家看这张照片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华民国国军已经陷入一个严重的外行领导内行，就是一堆对军事其实没有那么熟悉的人，每天在那边说三道四，告诉大家军事应该怎么做，那这样军事怎么可能会好？所以我觉得后来会出现所谓的邱国正本来应该要主导无人机的制造采购这个事情，后来直接顾立雄绕过他，那就一点都不奇怪啊，因为蔡英文相信他自己的人，不相信别人嘛。那结果就会造成这样子啊，这一点都没什么好奇怪的。那他们去讲杨永明这个东西，我就觉得白讲。杨永明我看比他们了解多了。那可是呢，两岸之间对峙，当然会剑拔弩张。你说不管在海峡中线对峙也好，不管对方弄模拟图也好，我觉得看模拟图不是，如果一般的军盲民众，你说笑一笑，你也不敢真打，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一般人反正也不懂。重点是对方做了这个模拟图之后，那我们自己军方到底要怎么因应？万一对方真的采取这样攻势，你怎么办？其实现在你看他们演习的范围就知道，他的目标在干什么，在拒止作战，也就是一旦台海这边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要直接把这个美军挡在台湾海峡
周边之外，不管你从关岛来也好，或者不管你从宫古海峡这边来也好，反正你只要接近台湾这一块地方，我都已经预先在你要来的路径上先挡住了，包括南边它也是一样，所以它就3个地方范围都把你挡住之后，就变成一个关门打狗的态势。那请问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因应这个？因为美军看到这种状况一定会很审慎，因为他要评估他过来的时候，他要花多久的时间，他能够做到什么地步。那日本的这个师团长，当然他不幸过世了，可是我觉得《自由时报》曲解他的意思也太夸张了，因为他讲的若台湾有事，将阻止侵略行为，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他实际上就若台湾有事，解放军向日本方面进攻的时候，他要阻止。因为这个新闻里头还要讲说他要派在岛上驻军呢，你觉得他是在台湾驻军吗？那个岛讲的是日本人自己的岛嘛，日本人一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就是台湾一旦有事，日本人要想办法撤侨，然后想办法保卫自己的国土，怕解放军可能把目标也瞄准他们。我就觉得台湾一直有一些人在不断的扭曲，就好像台湾一旦发生战争，日本人要参战一样。日本人可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真的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好，不过日本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公布一件事情，讲说我们的海上保安厅呢也会听于这个防卫大臣的指挥，要是台湾有事的话，我们会不会去帮忙这件事情？这样的报道就会让大家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但请教严老师了，其实中日之间关系最近真的不好，因为当时呢，秦刚还有王毅跟林芳正的这场会面，就让大家讲说是不是丑话说尽了？我觉得当然大陆一定要表达他对这个日本跟着美国走啊，然后可能在台湾这个地位的这个立场上面，也变成跟着美国模棱两可这样子情况之下，当然他要表明这是他的就是这个核心的利益，而且是重中之重啊。我觉得这个表达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今天看起来大陆可能觉得说我求于你的，不见得比你求于我的多啊，所以大陆的这个姿态是比较硬一点，更何况你日本这个外相来的时候，大陆同时还在接待马克宏，之前还有这个西班牙总理等等，就是他并没有完全被孤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如果今天北京是被国际社会完全孤立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气场不是那么强，但他今天看起来美国算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国家，并没有要孤立大陆，而且美国自己，刚才我们前面主持人也特别提到，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部会的人，他们可能还希望能够访问中国大陆的，所以这个关系，那当然大陆愿意在这个自己觉得这个自己的地位并不是那么脆弱的时候，表达他的立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只是回到刚才这个照片的问题，我想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就是今天大家都只觉得说民进党政府不太信任国军，你在作秀的时候，你就应该要纠正这个观念就说你看邱国正也在场甚至你可以把国安会几位军方背景的咨询委员也放进去，让大家感觉上国军好像真的是有参与，否则你今天从国军的角度来看，你这个战争到底是谁在打我觉得这个是对国军来讲，对这个民进党好像还是要依赖国军嘛。我们今天讲说两岸万一要有冲突，你要相信国军的话，你必须要重视他，要尊重他。可是我现在没有看到，而且你这个作秀做的真的是我是觉得让大家的这个印象太差了那应该是作秀的要自己去检讨，作秀也要，即使你不喜欢国军的这几个将领，你也要把他们放进来做一下秀。好，其实啦，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希望你如果真的要找这一些官员来给你最正确的咨询以及资讯的话，那是不是你应该就要找对的人来到这个现场才是对的呢？